邻居家盖2层小洋楼，原本答应各自留出2米方便通行，然而就在房子封顶后，他却一反常态，把原本预留的通道挤得我连侧身都无法过去。看着被封死的家门，我没有任何不满，选择战术性隐忍。就在他大婚之日，6辆挖掘机直接当场在我的基地挖了个鱼塘。故事回到2年半前，我手里拿着一把卷尺，看着地上刚画好的地基线，整个人气的手都在抖，随后猛地把卷尺摔在砖头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奶奶的张兆龙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管这叫流落？话音刚落，邻居张兆龙穿着一身名牌高仿，一脸不耐烦地从工棚里摇晃出来。好好好，一大清早的，嚎什么丧？没看见我家正忙着动土吗？动土？你他妈还要脸吗？30年前分宅基地，我也好心为了2家方便，主动找你爷商量，2家各让2米，凑条4米的大道。你爷当初怎么干的？嘴上答应，盖房时却偷偷往外扩了1米，硬生生把4米路变成了3米。这事儿我也忍了30年，带着气走的。现在轮到你了，这路一共才剩3米，你这一盖下去，地基又往外扩了1米，剩下这2米全是我的宅基地，合着你自己家是1厘米都不出事吧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你说我爷答应了，那你去找他啊！你去地下把那个老东西挖出来，让他亲口跟我说啊！就在我与张兆龙争吵之时，我爸穿着就汗衫气冲冲的从屋里跑出来。张兆龙，你个小兔崽子说什么呢？当年你爷爷耍无赖，村里镇里派出所我都跑遍了，也就是那时候法律不完善，拿你们没办法。现在你比你爷爷还黑，这剩下2米全是我家的地，你凭什么占？话还没说完，只见张德发背着手，挺着个大肚子走了过来，一脸横肉挤在一起，3角眼透着金光，语气阴阳怪气。建民啊，你这脾气还是这么冲，咱们2家都是老邻居了，别动不动就翻旧账。谁看见我爹答应你了？有字据吗？有公证吗？哼，这路走了30年，那就是公家路。现在我家兆龙要结婚，这扩建是刚需，你那个破房子留那么宽的路干什么？给你将来出殡用啊！张德发，你欺人太甚！30年前你们就不讲良心，现在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。这路是我家的宅基地，我现在就拉砖把它砌起来，我看你们怎么走。话音刚落，张德发就冷笑一声，往前逼近一步，脸上满是嚣张。你气一个试试！我告诉你，江建民，你要是不怕坐牢，你就尽管气。我小儿子赵坤可是学法律的大学生，这条路现在是2家唯一通道。法律规定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占有宅基地，你只有使用权，没有专属权。跟我斗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我爸被张德发这番话气得浑身发抖，随即拿出手机便胡乱一通拨号。他奶奶的，我报警！我就不信没王法了，我还要找村委会。20分钟后，警察和村委会的人都来了，村民们围了一圈，而警察看着现场，无奈的摇摇头，合上笔记本。老姜啊，这属于民事纠纷，宅基地界限问题归土地局管，通道问题归法院管。他们家只要没打人，没破坏公物，我们也没法抓人。你们还是协商解决吧，或者去法院起诉。警察说完，转身便要上车离开。我爸见状，急忙跑过去拦住警察。警察同志，你别走啊！他们占我的地啊！嗨，老姜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你还是去法院起诉吧，这件事我们也不好接手啊。警察话完上车离开，而一旁的村主任背着手走到我爸面前，像和稀泥一样拍了拍我爸的肩膀。建民啊，邻里关系以和为贵。你看赵龙马上要结婚了，这是喜事，大家都让一步，你也别太较真了。这路虽然窄了点，但也不是不能走嘛。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闹僵了对谁都不好。我听着村主任的话语，不由皱眉，随即走到村主任面前，冷笑道：好一个以和为贵！当初张家占地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出来主持公道？现在让我们受害者让步，这哪里是和稀泥，简直就是拉偏架！而围观的村民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大，像苍蝇一样往耳朵里钻。哎，老姜家这爷俩真是窝囊废，3代人了，让人家欺负的死死的。可不是嘛，人家张兆龙现在混得好，1年挣20多万，弟弟又是大律师。我记得老姜家那个儿子是学建筑的吧？有个屁用，连自家墙角都守不住，真是个废物。就是我要是江建民，我早一头撞死了，丢人现眼。张兆龙听着周围的嘲讽，得意到了极点，把烟头狠狠弹在我的脚边，大声炫耀：听见没？这就叫公道，连警察和村长都懒得管你们这破事。姜13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你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拿什么跟我争？我1年拉废土能挣好几十万，我弟将来是大律师，我就算把路全封了，你也只能干瞪眼。听着张兆龙这番话，我爸气红了眼，撸起袖子就要冲上去拼命。老子管你什么狗屁法律，你敢占我的地，我就敢跟你玩命。这口恶气憋了30年，今天无论如何也忍不了了。眼疾手快，一把死死拽住了我爸。爸，别动手，现在动手就是活，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。张兆坤那个学法律的肯定在等着抓把柄，对付流氓不能用拳头，得用比流氓更狠的手段。13，你放开我，他们欺人太甚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爸，你听我说，这事交给我，我一定把咱家的面子争回来。
张兆龙看着我们父子俩拉着，更加得意，指着我的鼻子嘲讽：“赶紧滚回去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！记住，这路我想怎么盖就怎么盖，关你屁事！”我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变得异常平静，声音低沉道：“行，关我屁事是吧？狗拿耗子是吧？张德发、张兆龙，还有各位看热闹的，你们都记住今天说的话。爸，咱们回家。”随后我强行拉着愤怒的父亲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张家父子和村民们肆无忌惮的狂笑声。回家后，我爸气得把桌子拍得震天响，满脸通红，脖子上青筋暴起。不，你给我滚回去上班！老子真是瞎了眼，供你上大学有什么用？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都不敢吭声。只见我爸气得想摔杯子，手举到半空又舍不得，狠狠砸在自己大腿上。这事不用你管了，我自己处理，大不了我跟张德发那个老王八蛋同归于尽。爸，你冷静点。现在去拼命，那就是送人头。张兆坤正愁抓不到我们把柄，送我们进局子呢。现在张家不违法，还懂法，咱们硬碰硬就是鸡蛋碰石头。你要是现在冲出去把路堵了，不仅理亏，还得赔钱坐牢，这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了。而我妈在一旁抹眼泪，拉着我爸的胳膊：“老头子，你听儿子吧，13从小就有主意，他什么时候让咱吃过亏？”是啊，爸，你信我一次，这次我要争的不光是这2米路，我要替我爷，替你把咱家这30年丢的脸全捡回来。我要让张家这辈子都后悔生在这个村里。我爸看着我狰狞的表情，愣住了，眼圈瞬间红了。好，儿子，爸听你的，要是这次再输了，爸就不活了。放心，这次我要让他们连跪下的机会都没有。经过这件事后，张家彻底放飞自我，把不要脸3个字演绎到了极致。他们把建筑材料堆在我家门口，搅拌机24小时轰炸，比在他自家炕头还随意。为了不让二老受气，我连夜把他们接到了城里的新房。我们一走，张兆龙更是占山为王，直接把那条路当成了自家后花园，不仅铺了沥青，这孙子还谈了个对象，定在腊月26结婚。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笑了起来。腊月26，好日子啊！张兆龙，这份大礼我可是给你攒了1整年了。腊月20，我带着爸妈回村过年，刚到家门口就被张家一群人围上。只见张德发满面红光，一副地主老财的模样。舍得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们死外边了呢。张德发，你会不会说人话？这是我家。回来的正好，看见这路没？话音刚落，张德发就指着脚下崭新的沥青路，一脸贱笑道：“我修这路花了2万多，咱们是邻居，零头我不要了，你给我1万就行。”我爸一听这话，气得差点背过气去，指着张德发的手指都在抖。你还要脸吗？你占我的地，修你家的路，还要我出钱？1万，这路我看也就20米，算上人工材料，撑死3000块。这老狗是把沥青当鱼子酱卖呢。想到此处，我于是冷笑一声，把我爸拉到身后，走到张德发面前。1万，对，少1分都不行。张兆龙，我问你，这路是谁让你修的？经过我允许了吗？我有签字吗？这么亮堂的路，便宜你们了。之前那路全是泥坑，我修好了让你走，你少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这时我突然提高音量，声音冷得像冰渣子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谁让你私自在我家宅基地上动工的？关你屁事！我修了你能怎么着？听到张兆龙这番话，我先是冷笑一声，随即拿出手机，打开录音界面晃了晃。好，承认是你私自修的就行。张兆龙，我限你3天之内把这路给我恢复原样，少一块烂泥，我都告你私自破坏他人土地，侵犯我物权。你要是不懂后果，现在就给你那个学法律的弟弟打电话问问，这官司要是打起来，你的婚还能不能结？张兆龙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瞬间愣住了。恢复原样，那得把沥青刨了。这大过年的，还有5天就结婚了，门口挖个大坑，我怎么接亲？张兆龙眼神慌乱，随后看向张德发，张德发也懵了。你神经病吧？这么好的路你要刨了？对，我就喜欢走烂路，我就喜欢踩泥坑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，要么给钱赔偿我的精神损失，要么恢复原样，你自己选。行，修路的钱老子不要了，当喂狗了，路就在这，爱走不走。随后张兆龙灰溜溜地拉着张德发往回缩，脚步凌乱，看着张家父子像吃了苍蝇一样的表情，周围的邻居都惊呆了。哎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江13这小子硬起来了。张德发竟然认怂了，这可不像他的风格啊！哼，认怂，这才哪到哪？张兆龙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几天安稳日子吧，真正的暴风雨还在后面呢。为了给张家送上一份终身难忘的大礼，我特意提前5天放出了风声。各位邻居听好了，我家房子太破，这几天准备推倒重建，大家担待点。就在此时，张兆龙像被踩了尾巴的狗，从隔壁窜了出来，鞋都没穿好。江13，你成心的吧？老子还有5天就要结婚，你这时候盖房子，你是不是想死？哼，我要盖房关你屁事？怎么，你结婚全地球都得给你让路？你脸怎么那么大呢？张兆龙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被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于是撸起袖子就要冲过来。我看你是活腻了，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。哼，来，往这打！你今天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你婚礼变拘留所15日游。就在这时，张德发赶紧冲出来抱住张兆龙的腰。兆龙，别冲动，他是激将法，为了这种烂人进局子不划算，忍这几天，等结完婚再收拾他。怂包，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。
江13，你给我等着，这路你要是敢动一下，我弄死你！最后张家父子只能骂骂咧咧的回去了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冷笑，等着，行，那我就让你们好好等着，真正的硬菜还在后头呢。腊月25很快到了，我特意熬到凌晨4点，拨通了那个早就约好的电话。只见6辆挖掘机像6个钢铁金刚，排着整齐的队形，轰隆隆开进了2家中间的存放。张兆龙，明天我看你怎么接亲？难道要让新娘子坐铲斗进来？很快，1小时后，张家大门打开，张家人看到门口的挖掘机大震，瞬间石化。我操，这哪来的挖掘机？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隔壁江13那个王八蛋。众人很快反应了过来，于是张兆龙带着几个张家壮汉冲到江家门口，疯狂砸门。江13，你给我滚出来，把车挪走，耽误老子结婚，老子嘎了你！而此时的我正躺在被窝里，听着外面的砸门声，简直比听交响乐还悦耳。砸吧，使劲砸！门口那高清监控正对着你们呢，谁敢动一下，我就让他赔的裤衩子都不剩。只见张兆虎举起一块砖头就要砸门，住手，不能砸！他家有监控，咱们这么多人，要是砸了门，那就是涉黑，那就是寻衅滋事，到时候谁也救不了咱们。随着张兆坤此言一出，张家人瞬间像被掐住脖子的鸡，举着的手僵在半空，砸也不是，不砸也不是。而此时河对岸已经站满了看热闹的村民，大家为了看这出大戏，特意绕了1公里路。我的个乖乖，6辆挖掘机封门，江13这是要绝杀了！狠人，真是个狠人，这婚8成是结不成了。此时张德发看着天色越来越亮，急得直跺脚。没办法了，赵龙，你先贴着墙挤出去接新娘子，这里我们来处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于是张兆龙穿着新郎服，像壁虎一样贴着满是灰尘的墙壁，狼狈地往外挤。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才慢悠悠地打开大门，伸了个懒腰。大清早的，谁在外面吵吵？此时门外的张兆虎正蹲守着，一见我打开了门走出来，随即走到我面前大吼道：江13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赶紧让人把挖掘机开走，耽误我哥婚礼，我弄死你！我看着张兆虎一脸暴怒模样，差点忍不住笑出来，随后看向门口的挖掘机，故作惊讶，瞪大了眼睛。卧槽，这也太壮观了吧！这谁的车啊？停着干嘛？一听我装模作样的话语，张兆虎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你糊弄鬼呢？这里就咱们2家，不是你找来的还能是谁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家不是要盖房子吗？这肯定是我包的工程队开过来的。哎呀，这帮工人也真是的，来这么早也不跟我打个招呼，太敬业了。没错，我就是故意的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只要我不承认，这锅就是施工队的，气死你，气死你！就在这时，张德发怒气冲冲跑了过来。放屁！还有几天就过年了，谁家这时候盖房子？你就是存心找茬！赶紧把车挪走，不然我跟你没完！张叔，你这就冤枉好人了，我是把活包出去了，人家来多少辆车，什么时候来，我哪管得着啊？这挖掘机又不是我的，我也没钥匙，我拿什么挪？用意念吗？见我如此死皮赖脸的模样，张德发气得浑身发抖，转身指着我爸吼道：江建民，你个老缩头乌龟，你就让你儿子这么胡闹，把你儿子管管，赶紧让他挪车！此时我爸正站在门口，只是冷冷地看着张德发，一言不发。哼，老东西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车不是我的，路不是你的，我凭什么挪？刚才不是挺横吗？不是说法律规定这就是公用通道吗？既然是公用的，那大家都能用，停2辆挖掘机怎么了？报警！赵坤，报警！这是非法堵路，这是破坏他人婚礼，让警察来抓他！对，这是侵犯相邻权，这是寻衅滋事。看着张家乱成一锅粥，我心里那个爽啊，简直比3伏天喝了冰镇雪碧还透心凉。报吧，尽管报，这属于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，警察来了也就是调解，等调解完了，这婚早就黄了。张德发，这就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20分钟后，警察到达现场，周围看客挤得水泄不通。见警察来了，张家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又是递烟又是哭诉，演的那叫一个委屈。警察同志，这纯粹是故意刁难，他是黑社会，必须把他抓起来判刑。行了，车主电话通了，听听怎么说。只见警察打开免提，全场瞬间安静，只剩下电流声。同志，你的挖掘机把路堵死了，人家要结婚，赶紧过来挪走。哎呦，警官，实在对不住，我在路上了，堵车呢，20分钟，就20分钟。听着电话的回答，张德发这才长舒一口气，冲着我比了个中指，一脸嘚瑟。听见没？20分钟，等车挪走了，老子再跟你算账。哈，20分钟，这哥们儿估计还在地球另一端呢，这20分钟怕是要按光年算。随后张家从6点等到8点半，那司机的回答永远是到了到了，看见村口那棵树了。妈的，这也太久了，那树是他妈种在月球上的吗？还不明白吗？这是人家江13的局，活该！这就叫现世报。当初他们怎么堵人家的，现在就怎么还回来。而此时的张德发急得满头大汗，一把拽过旁边的村主任：“主任，你快说句话啊！吉时都要过了。13啊，宁拆10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给叔个面子，让你家工人把车挪挪。”
哼，主任，警察都打过电话了，司机不来，我有啥办法？我又没长翅膀，难道让我把挖掘机扛走？江13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当初我也求你们留路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要脸？现在火烧眉毛了，跟我谈面子，晚了。张德发没想到我会这样子说，被气得脸色发紫，指着我的手指疯狂颤抖，像得了帕金森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结完婚我弄死你们爷俩！大桥，从臭水沟大桥过去，我看谁能拦住我！不到半小时，张家在3米宽、黑水翻涌的臭水沟上搭了个简易脚手架，准备强行通关。只见张兆龙抱着新娘，身后跟着一大串伴郎伴娘，战战兢兢地走上摇晃的架子。小心点，慢点，遇水搭桥，大富大贵呀！大富大贵，我看是大落大贵吧。这一钩子陈年老祥，就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婚大礼。只见张兆龙等人还没走到河中心，脚手架就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哀鸣。随着一声脆响，脚手架瞬间脆翻，张兆龙连人带新娘，外加伴郎伴娘，像下饺子一样，整整齐齐栽进了黑臭的淤泥里。我的妆，这什么味儿啊？救命！只见张兆龙从臭水沟里探出头，头上顶着一片烂菜叶和不知名的黑色物体，狼狈的像只落水狗。张兆龙，你个废物，这婚我不结了，谁家结婚跳粪坑啊？新娘随即甩开张兆龙满是污泥的手，哭着爬上岸，头也不回的跑了。而张德发想要跑上前，儿媳妇别走啊！彩礼钱还没退啊！没退啊！最后昏黄了，官司打了，张家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但我还有最后一张王炸。正月初8，我再次叫了2台挖掘机进村，这次不再是赌布，而是直接开挖。只见挖掘机巨大的铲斗狠狠砸向地面，柏油路面瞬间4分5裂。住手！快住手！就在此时，张兆坤拿着手机拍摄，一脸正义凛然地从隔壁冲了出来。江13，你这是破坏公共交通设施，你这是违法犯罪，我要起诉你。而我只是气定神闲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盖着鲜红公章的文件，直接拍在张兆坤的镜头上。大律师，把你的法条说吧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镇里批准的家庭农场鱼塘项目，这地是我的宅基地，手续齐全，合法合规。我现在是在自家地里搞生产建设，跟老子讲法，老子早就把手续跑全了。这张就是尚方宝剑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挡不住我挖坑。只见张兆龙双眼猩红，头发乱得像鸡窝，抄起一根手腕粗的木棍，像疯狗一样冲过来。我去你的文件，老子弄死你，我跟你同归于尽。而我站在原地纹丝不动，甚至还往前跨了一步，指着自己的脑袋。来，往这打，周围全是监控，这一棍子下去，你还得进去蹲几年，到时候你进去了，我看你家这日子怎么过。张兆龙看着我冰冷的眼神，再看看旁边挥舞的挖掘机大臂，举在半空的棍子剧烈颤抖，却怎么也砸不下去。随后他崩溃地把棍子砸在地上，跪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江13，你太毒了，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哼，逼死你们！当初你们封路的时候，想过给我留活路吗？当初我也求你们的时候，你们给过哪怕一丁点面子吗？这就受不了了，挖，给我接着挖，挖到出水为止。挖掘机轰鸣声盖过了张兆龙的哭声，路面迅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，彻底断绝了通行的可能。我的路，我的法。张德发正好出门查看怎么回事，没成想自家大门口变成了悬崖，两眼一翻，一口气没上来，直挺挺的向后倒去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快叫救护车！哼，这就倒下了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做人太绝，迟早是要还的。最后路彻底没了，张家那栋2层小洋楼成了孤岛。为了能出门，张德发只能让人拆掉自家的一间正房当过渡。但是为了拆谁的正房，张家兄弟为此大吵了起来。这房子是我的婚房，凭什么拆我的？拆老二的？放屁！凭什么拆我的？要拆你的！原本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为了争剩下的那点面积，打得头破血流，连刀子都亮出来了。而张德发瘫在床上，半身不遂，嘴歪眼斜，流着口水，眼睁睁看着2个儿子互殴，喉咙里发出和和的风香声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